数字一正一负，从不骗人，却能杀人。货币一贵一贱，正面绽放鲜艳，背面流淌鲜血。战争一生一灭，只能虽远必诛，不可虽败也。历史一左一右，来路不止一边，未来不止明天。2015，我们依旧渺小，小到必须宏观。德国提出的工业4.0概念，标志着全球加快全面进入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智能经济时代。美国则因为 IT 巨头们的存在，工业互联网的范畴更广阔。它企图将人、数据和机器连接起来，形成开放而全球化的工业网络。中国也不甘落后，未来10年将围绕中国制造2025部署5万亿元的产业基金，另有上千亿元的科研基金将投入智能制造研究。智能世界的前景正在展现，激烈竞争的号角已经吹响。究竟谁能夺得标准制定权，站到新的工业革命浪潮的风口浪尖上？大家好，欢迎收看宏观。最近媒体中间有个词儿，现在炒得非常火，叫工业4.0。那么这是个德国人创造的新概念也就是德国人要发动第4次工业革命了。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3次主要的工业革命。第一次呢是这个18世纪末期英国人发明的他们主要是以蒸汽机为代表所开创的一个工业革命时代，主要是机械化。19世纪中后期呢，德国人和美国人赶上来了。那么第二个时代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电气化。第3次呢是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今天，也就是全世界进入了这个自动化和信息化这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们来看前3次革命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那么第4次究竟是要干啥呢？按照德国的说法是，第4次工业革命的重点是要全面的智能化。什么叫智能化？为什么德国人首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我觉得这主要是由于现在德国制造业面临的这种压力特别大。这个美国人呢，现在是从 IT 和这个信息行业占据了这个行业的这个制高点通过大数据特别是 IT 技术这种渗透，开始向工业制造业进行像德国的这些优势领域进行进攻。那么比如说我们看现在很多美国的一些企业，像谷歌谷歌现在在搞无人驾驶汽车它现在还在搞机器人如果我们看特斯拉是按照 IT 行业或者叫互联网的思路在打造汽车，它完全绕过了传统底特律的那个汽车时代的所有的思路，它是个颠覆性的革命性的一种新的理想所以德国人就在想如果美国的这些大的 IT 行业、这些信息行业这种公司，如果携他们这种信息化和大数据的优势加入这个制造业的竞争，那么德国最终有可能就会沦落成美国这些工业体系的一种附属的工厂。这个是德国现在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制造业从中低端在不断蚕食德国制造业的优势。所以现在德国制造业面临这个问题或者它的困境是前有美国高端制造业特别是信息和大数据这个行业的这个围堵，背后又有中国制造业这种在中低端的这种追杀。所以它现在必须得杀出一条血路来，也就是搞工业革命4.0，这样才能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我们刚才说了第1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化，第2次是电气化，第3次是自动化和信息化，第4次最主要的特点是智能化，也就是以智能化驱动来使整个工业社会发生巨大的转型。那么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我把这个工业革命4.0分成4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叫什么呢？叫智能生产。我一开始呢是在这个大学毕业90年代初在一家无缝钢管制造厂去做助理工程师。当时
这个厂刚刚引进了一套美国全自动的生产流水线，我的工作是负责调试、安装、调试。那么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个自动化程度是非常高的。这条生产线，它从检测装置所有检测装置里面都有内嵌有这个计算机这个叫内嵌式系统、单片机等等。然后所有这些生产过程中采集的数据会传到一个主机房，主机房里面有一个工业这个控制机，控制整个流水线。工人的主要工作其实并不是站在第一线生产线旁边待着，主要是在机房里面按电钮。一旦你按电钮，你会看到被烧得红彤彤的这个无缝钢管被一节一节的自动扎制，整个过程非常的现代化，很有气派，很酷。所以这个时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工业场景是典型的工业 3.0 的状态，也就是完全的自动化加部分的信息化。什么叫部分的信息化呢？就是我们这个进口的车间所有的机械设备、流水线彼此之间是互相联网的，就是每一台设备之间是可以相互通讯、数据交换。但是我们这个车间和其他全厂的其他的车间、其他的所有机器设备是没有互相交流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全厂生产车间这么多生产车间跟总厂它这个所谓管理系统叫经营管理系统，那个信息系统是不连通的所以我们当时所处的情况就是如果这个车间每天生产的这个进度报表，我们都是用纸填到表上，然后骑着自行车跑到厂办交给厂办，厂办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就输入他们的计算机，都是人工操作。那么厂办的系统他们负责干嘛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生产管理物流管理、仓储管理包括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也就是现在所说的 ERP、CRM 这套系统。所以当时我们来看90年代初，中国整个这是个大型工业企业，还处在一种信息孤岛的状态。每一台设备、每台生产线和整个总厂之间的信息系统相互之间是隔离的，这叫信息孤岛。当然了，我刚才所说是20年前的情况，20年后呢，我相信现在中国大型企业基本上都实现了联网，生产线和这个厂里的这种总的管理系统应该是接上了。但是绝大部分中小企业现在还不好说。这个所谓工业 4.0 这个智能化生产的第一步，就是要完成所有生产线上的所有的设备之间的彼此通讯，也就是要把物理系统完全连一起。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经常听到了物联网的概念。什么叫物联网？每个车床、每个零部件、每个控制器、每个检测器，全部的这套系统要相互之间能够交流。这首先就提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了。一个工厂成千上万台机器，型号都不一样，他们用什么语言交流啊？对吧？如果你在一个国家范畴来看，那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一个国家几百个产业，每个产业都有非常不同的装备，非常不同的生产线，彼此这些设备之间怎么进行交流？说什么语言？这是第一个大问题这就是所谓通信协议的问题。当然，我们很多人可能会问，我们能不能用互联网、物联网，能不能用互联网这种通信协议啊？比如说 TCP/IP 能不能行？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但是它是有点问题的。因为互联网的这种通信协议，也就是我们发数据包，我给你推送一个数据包，你收到告诉我，然后我再给你发第二个，你要没收到呢，我再给你发一次。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不是实时通讯的状态是一个异步通讯状态。但是我在工业，特别是这个高精尖的工业方面，高速运转的工业体系方面，用这套东西就不合适了。比如说我的高速的飞行器，我的高速的火车，我的高速公路上汽车，10毫秒或者几十毫秒这个等待时间，也许可以运动很长一段距离。高精度的这个精加工的这个车床，一点点延迟时间都不能有啊。所以你 TCP/IP 互联网现在这套协议要直接搬到工业的物联网上是行不通的，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全世界的这种工业的数据如果形成大规模的交换，信息安全怎么办？特别是这种数据储存、交换过程中都有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在物联网这个行业中，必须要实现世界统一的通讯协议。这就是现在美国和德国争的最厉害，就在这儿。如果谁能把握这个协议的标准制定权，谁就在工业 4.0 时代获得了先机。现在两家正在打，中国现在也开始制定这个
工业2025年计划，其实都在抢一个标准制定权。